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楊洋錯過親愛的、熱愛的，一場劇演背後的流量博弈與爆款邏輯。2019年的那個夏天，幾乎所有社交平台都被同一個名字刷屏：親愛的、熱愛的。這部由親愛的、熱愛的掀起的追劇熱潮，不僅讓童顏夫婦成為全民課堂對象，也讓男主角李現一夜之間完成從實力派演員到頂流男神的跨越。然而，在這部爆款劇誕生之前，命運的齒輪曾經悄然轉向另一條軌道。坊間流傳的版本是，導演最初接觸的韓商言人選，並非李現，而是當時已經擁有龐大粉絲基礎的楊洋。最終，這位流量擔當沒有接下這個角色。一次看似普通的拒絕，卻在多年後被反覆提起，成為娛樂圈裡關於選擇與命運的經典注腳。這背後是一次關於流量判斷、市場嗅覺與演員定位的深層博弈。親愛的、熱愛的改編自墨寶非寶小說《蜜汁燉魷魚》。在 IP 改編盛行的年代，這部小說本就擁有不俗的粉絲基礎，但真正讓它實現出圈的是影視化過程中的精準選角與節奏把控。劇中，楊紫飾演的童年是標準的高甜人設，學霸、軟萌、主動追愛，看似套路，卻因為楊紫細膩自然的表演而變得真實可感。她把少女的羞澀、執着與勇敢詮釋得恰到好處，讓觀眾在甜之外看到了一份純粹。而韓商言這一角色，本質上是典型的外冷內熱男主，模板高冷電競大神，退役選手，創業帶隊，情感表達笨拙卻深情專一。這樣的設定在市場上並不新鮮，真正決定成敗的是演員是否能讓角色擺脫臉譜化。李現恰好做到了。關於楊洋拒演的說法，多年來在網絡上不斷被討論。有人稱其因為女主角咖位不匹配而婉拒，也有人認為是檔期衝突或劇本評估問題。無論真實原因如何，這個選擇在事後被賦予了更多戲劇性解讀。在2019年前後，楊洋已經憑借多部作品建立起穩定的流量基礎。他的形象偏向精緻、標準化的偶像型男主，氣質乾淨利落。若由他出演韓商言，劇集依舊可能熱播，但效果是否如此化學反應強烈，則未可知。當時的市場環境正悄然變化，觀眾開始對完美模板男神產生審美疲勞，更渴望看到有真實感、帶一點煙火氣的男性形象。李現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流量天花板，卻擁有扎實的表演功底與相對鬆弛的個人氣質。正是這種不那麼完美，反而讓角色顯得鮮活。娛樂產業向來殘酷，一次選擇可能意味着錯失，也可能意味着保全。對楊洋而言，這未必是失誤，更可能是一種風險規避。但對李現來說，卻是改變命運的關鍵節點。李現的爆紅並非完全偶然，在親愛的、熱愛的之前，他已經在多部作品中積累經驗，但始終缺乏一個真正打開市場的角色。韓商言的成功在於他踩中了幾個核心酥點：職業設定新鮮，電競題材正值上升期，既有年輕觀眾基礎，又具備話題性。人設反差感強，外冷內熱，嘴硬心軟，情緒表達含蓄卻深情，演技克制自然。李現沒有過度用力，而是通過細微表情和節奏控制，呈現角色層次。在那個夏天，7月男友成為網絡熱詞，李現漲粉數以百萬計，廣告代言、時尚資源、商業活動紛至沓來。他的成功是內容與時機疊加的結果，這也說明市場並非只認流量，更認匹配度。對楊紫而言，親愛的、熱愛的同樣意義重大。
他早年以童星身份出道，擁有扎實的觀眾基礎，卻一度被貼上國民閨女標籤。如何從童星轉型為成熟演員，是他必須面對的挑戰。童年這一角色，既延續了他親和自然的優勢，又讓他在偶像劇領域徹底站穩腳跟。此後，他接連主演多部熱播劇，成為穩定的收視保障。可以說，這部劇不僅成就了李現，也鞏固了楊紫的行業地位。這是一個永遠無法驗證的假設。從流量角度看，楊洋具備更強的初始關注度；從新鮮感角度看，李現的逆襲感更容易引發討論。爆款的形成從來不是單一因素決定，而是演員匹配度、市場情緒、宣發節奏、社會話題多重疊加的結果。有業內人士分析，真正讓親愛的、熱愛的成為現象級的，並非單純誰演男主，而是角色與演員氣質的高度貼合。當演員與角色融為一體時，觀眾會自動忽略咖位與流量，只沉浸在故事本身。娛樂圈從不缺少錯過的故事。某個演員拒絕的劇本，可能成就另一位演員的巔峰；某次檔期衝突，可能改變行業格局。這種成全效應，既殘酷又浪漫。對楊洋而言，這只是職業生涯中的一次選擇；對李現而言，卻是命運轉折點。多年後回看，也許雙方都未曾後悔，因為每個人都在各自軌道上前行。真正值得關注的，不是誰錯過了誰，而是觀眾為何會為一部劇如此上頭。答案很簡單，真誠。當角色真誠，表演真誠，情感真誠，觀眾自然願意買單。親愛的、熱愛的成功，也為行業提供了一個樣本。流量固然重要，但不是唯一標準；新鮮感固然關鍵，但必須建立在專業能力之上。演員的長期價值，最終仍要回歸作品。李現爆紅之後，如何穩住口碑？楊洋持續輸出作品，如何突破既有形象？楊紫如何在甜劇之外尋找新空間？這些問題才是真正決定未來的關鍵。娛樂圈的故事總帶着幾分傳奇色彩，一次拒絕，一次接手，改變的不只是演員名單，更是一個夏天的集體記憶。也許正因為那次錯過，才讓觀眾看到了一個更加貼合時代審美的韓商言。如果當年楊洋點頭出演，你是否還會像那樣為童顏夫婦瘋狂刷彈幕？答案或許因人而異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那個夏天屬於親愛的、熱愛的，那個7月屬於李現。而關於選擇的討論，至今仍在繼續。